清朝中期人口为何会出现爆炸式增长？从康熙50年2462万人口激增至4万人口，集齐了怎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？人口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要素。中国在鸦片战争时期，人口就已经突破了4个亿，而当时整个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10几亿而已。为何当时还身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，人口数量可以超过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世界列强？其实早在明朝期间，人口就已经突破了1亿。后来清军入关，连年战争让人口在1亿上下徘徊。按照数据，在顺治年间，我国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.2亿。虽然从1亿多增长到4亿，没有2000万增长到4亿那么震撼，但是也已经是一个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奇迹。当时的中国还在农耕社会，各方面都没有走入现代化，这让人口激增变得更加神奇。人口增长最容易发生在社会稳定的时候，而在康熙晚期3藩平定、收复台湾后，除了西北等边境地区还有战事以外，中原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和平。社会稳定后，当时的百姓之所以敢生孩子，是因为新的政策给他们提供了底气。康熙根据国情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，制定了摊丁入亩，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。这个政策在雍正时期得到大力推行，成功让老百姓敢生孩子，还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，直接导致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。乾隆6年，人口再次突破1亿；道光14年，人口突破4亿，而时间仅仅过了93年。在康熙以前，收税是按照人头来，家里人越多，交的就越多，只看人头收税，无视了百姓具体的财政状况，还方便了地方官员造假偷油水。古代阶级固化，交不起税的人可能世世代代都交不起，社会上的闲杂人士多了，既不利于社会稳定，也是生产劳动力的浪费。而实施新的赋税制度后变成谁家里地多，谁交的税多。这种做法是按照财产来算，比人头税公平得多。普通百姓也能通过生孩子来增加生产力，社会上逃亡的人也能回到老家，好好进行生产活动。摊丁入亩的实施不仅让国家财政更透明，结束了地、户、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，最重要的就是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爆发式激增。除了废除人头税，还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，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去外地务工，并且地方政府还得保证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，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。当然，生了孩子不用交钱了，但是也得有饭吃。那么多人是靠什么吃饱饭的呢？一个是经济作物通过海外贸易等渠道进入我国，比如玉米、红薯、土豆这些能吃饱肚子的高产作物，都是明清时期传入我国的。虽然在明朝时期就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我国，但是清朝的稳定社会给了农民大量种植作物的机会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全球性的小冰期暂时告一段落。小冰期是从中世纪温暖时期后开始的，从1世纪开始，全球的气候都进入了一个比较寒冷的阶段，低温导致作物欠收，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。1550年到1851年期间，刚好是我国的明清2代，当时发生的多次饥荒和农民起义，实际都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。小冰期也不是随时都很冷，学者将小冰期划分成了3个阶段，而第2个阶段结束于康熙59年，第3个阶段开始于道光20年，中间这段相对温暖的时期，刚好成了清朝人口激增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温暖的气候和大量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作物的产量，让百姓有饭吃。